99,998，10000。现在是2017年2月21号。从我被关进来，我的心脏已经跳动了1万下，按每分钟80次的心率计算，已经过了2小时05分钟。人员的不懈努力，日前213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认。1年前，我被当作杀害吴征一家5口的嫌疑人通缉。哥，你想想办法，我真的没杀人。我的孪生兄弟关宏峰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我，因为我哥患有黑暗恐惧症，所以我开始扮演关宏峰，和我哥日夜交替，出入支队，希望尽快查明真相，洗脱冤屈。我们协助公安破案的同时，也追查到了灭门案的线索，一个警方内部败类叶方舟。就在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市局突然带走了关宏峰。现在是2017年2月21日15时10分。市局为什么要抓关宏峰？这2个小时，我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性，唯一剩下的就是我们换身份的秘密暴露了。哥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天马上就黑了。我们现在交接吧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个戏还得演下去，多一个人知道，就会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被询问人，来，请说一下你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。他们不知道我是关宏宇吗？关宏峰，1977年11月20日出生。你在长风刑侦查案期间，都隐瞒了什么事儿？隐瞒的事，说的不就是冒充我哥吗？看来这市局我是出不去了。陆局，陆局，我们狠话直说吧，找你来是因为一个人，他是我们系统的专案行动人员，去年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，案子就在你们长风，有印象吧？吴征，我猜的没错，我们暴露了。去年你们支队配合市局的刑侦总队，破获的那起孟仲谋、金山集团走私军火的特大要案。金山集团不是吴征啊！你还冒险潜入了金山集团内部，那你还记得长风情之为什么会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来的吗？林家印，我知道他是不可能辩解的。因为林家印？没错，你的徒弟林佳音。那次行动之后，在现场发现了一具严重烧毁的女尸，也就是牺牲的林佳音。我看了勘验笔录，林佳音牺牲的时候你也在场，笔录里详细记录了你陈述事件的全过程。林佳音真的死了吗？当然。你说的没错，他是牺牲了，但不是在那次行动中，
现在这法医叫高俊然啊，据说智商有149。刚刚我跟他照了一面，属于那种情商低、无节操、无组织、无纪律的那种啊。所以一会儿你千万不要分析案情啊，别露怯。智商这玩意儿也就是我没测，我要测，说不准也是个小天才。哎呦嚯，天才！那我这案子就治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都啊？媳妇儿的味道。我去，这现在是他妈想媳妇儿的时候，给我认真点。老高，高队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俊然，就让大名。行，知道了啊，赶紧说正事儿。尸检结果怎么样？关队，死者第一次遭受外力冲击导致肋骨骨折，然后在第二次碰撞当中呢，扎破了自己左侧的肺上叶以及心包，符合被地铁车厢门剐蹭，然后撞到墙上的推断。但是我们无法判断是自己剐蹭到车厢门，还是受到外力冲击导致。至于他的颈椎轻度错位以及枕骨骨裂导致颅内出现血肿，则是诱发他第一次生命体征停止乃至被误判为死亡的直接原因，但同样无法判断是否有人为加害。我看这上面说他左手这俩划痕是怎么弄的？根据伤口的深浅以及形状来看，应该是被玻璃制品划伤的。这120发现他坠落的地方是蓝鲸岛东侧的山坡脚下，典型的户外开放性场所。为什么不先查那儿？顺序是不是搞错了？可死者真正的死亡地点是在地铁隧道里啊。按照现场处置原则，不管是不是他杀，那里都是第一现场。关老师。被害人的衣物和随身物品呢？我看一下。在这儿，死者第一次和第二次所穿的衣物都在这儿。哎呦，小高，你说这人死的太蹊跷了。不管他是怎么从南京岛的山坡上滚下来的，他在冷藏柜里面自己爬出来，穿上衣服走了。这肯定有事儿啊！哎，老关，隔2天之后又死在地铁隧道里。如果说这2件事儿没有联系，我是不信啊。关老师，这套衣服是死者第一次被120送来的时候身上穿的，但估计是苏醒之后他自己没有找到，所以就偷了一件白大褂给穿上了。不过更蹊跷的是，他身上只有零钱，既没有身份证、信用卡这些，也没有驾照、车钥匙，再加上他真正的死亡地点是在地铁10号线，所以我们推断，他应该乘坐的是公共交通。这个人有辆车，有2双鞋，右脚的鞋跟磨损程度，还有这脚面的折损来看，他经常开车。南京岛这么远又不好打车，3蹦子都不去的地方，他估计是自己开车去的。但可是关老师，我觉得这不能明白关老师的意思呢。一个人出门不带钱包，那家里门钥匙也不带吗？手机也不带。就算他第一次跌落下来的时候，那东西被人拿走了，或者在跌落过程当中遗失了，那第2次呢？他在地铁站里面这些随身物品也不带。哦，周哥，你的意思是他把东西放车上了？对，他把手包放车上。手包？手包，看见没有？这2件衣服左胸部和肋部都有磨损，一看这个人就习惯夹个手包。有车，还西装革履的，手里夹个包，应该是一个挺大的老板呀。大老板的手包都有秘书和司机帮着拿的，用不着自己费劲。小周，我问问你啊，这穿几千块钱的皮鞋，这2件一模一样的西装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2双皮鞋是他自己买的，这2件衣服是工作制服。一名30多岁的男性，非体力劳动者，习惯夹个手包，
穿几千块钱的皮鞋，但不是商人。廉价的西装啊，可是有车，这会是什么样的人？我知道了，关老师，国企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中层几率比较大。他明明有车，为什么还要挤地铁呢？那得找到他的车和手包，确定了他的身份之后再说啊。这赶紧干活去吧。干什么活儿？不找车和手包啊？去哪儿找啊？找人去蓝鲸岛现场看看那附近有没有他的车。不是你脑子今天进水了是吗？再去枫桥地铁站，从那儿开始沿线往东，所有站外面的那个停车场、过夜车挨个查。过夜车？对啊，如果他是开车去的地铁站，说不准这辆车就在某个地铁的某个停车场。枫桥站往东一共跨了好几个区，沿途一共有15个站，车的型号我们不清楚，这么找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大海捞针也得找，那干的不就这活吗？走吧。关队，您刚才分析死者可能有一辆车，以及对他身份属性的推断，虽然言之有物，但是像这种基础性的推断，是不是警校在校生也可以信手拈来？哎，149，你干嘛啊？站里来干嘛来了？捣蛋来了是吗？别那么大火气啊，小哥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基础的推断，就好比老周、小周，包括你我，都是从基础在校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所谓天才，不过就是大脑系统给开了个小外挂，用好了呢就事半功倍，没用好就是自欺欺人、偷奸耍滑。你仔细想想，你赖以生存的这些技能，哪个不是从基础2个字一点点的开始的？你说的对，关队，我会好好反思，虚心改正。没有客气，走吧。小周，你说关队刚才把死者说成被害人，是在故意考验我吗？怎么了？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是不是让你别夫妻案情？你怎么就忍不住呢？案情未定性之前你就说被害人，我告诉你，完蛋了，那小子肯定盯上你了。就是一受虐狂，挨一顿上档次的臭骂就老实了。你以为你在那儿啪啪啪啪啪啪啪你就混过去了啊？那你抢什么笔记本呢你啊？我不给你都不行，生拽你的呢。现在是不是指纹留给人家的都不知道啊？真的，就你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电视剧都活不过3集。谁告诉你的？没看过《白夜追凶》？你这个什么白夜追凶？我告诉你，真的，要不是因为天快黑了，我非拿枪顶着你把你给我换回来。受伤了，可不太适合喝酒啊。应该不会留疤吧？还好不在脸上。不用管他。这啥呀？哎呦我，你这段时间你是太累了，梦着啥了？是咋的了？这给我怎么了？不，你刚才睡觉之前吵着自己饿了吗？
我这不在那边给你做菜呢，最后一个菜马上出锅，赶紧行，盹出来去吧。啊，这喊你起个床，还给我吓一跳，这。你这地儿澡堂子改的呀，不错呀，啊。不是你进去之前告诉我赶紧换个安全地方，这地儿你来时候还没看着吗？曲径通幽，固若金汤。哎呀，我先来个精神食粮吧。那你可搂着点喝啊，那个劲儿大。哎，啊，咸淡正好，尝尝啊。来，哎，看个东西啊，大胖小子，前两天送他们娘俩的时候拍的。哎，一会儿发给我啊。哎，让他们娘俩受苦了。红姐，你要是惦记的话，我再折腾一趟，把他们娘俩接回来，到时候就住我这儿。你放心，绝对安全。只要你不担心亚楠住我这事儿揪不成。行了，别开玩笑了。来，你这一段跟峰哥见着没？反正有空你去看看他，跟他聊聊天什么的。我觉得他最近状态不好。啊？你咋还讲着啊？未来这段时间呢，长风刑侦支队这关老师呢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啊。我哥暂时先不参与了。就你哥那一摊，你自己能盯得了吗？盯得了吗？了吗是谁呀？了啊！我还告诉你，我这刚一上岗就帮他们破了一案子。那你自己给破一个案？那你你等，别自己喝呀，这杯得敬你啊！神呢，关老师，活干了啊！喂，这个什么呀？就是小周重新查张亚红工位的时候，在他抽屉里发现了。里面大概意思啊，就是说高栋也是自愿把他那套别墅的另一半产权赠与张亚红。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啊？那关于这个张亚红失踪的资料，向阳那边怎么说？他们已经送过来了。那行吧，那赶紧发动这个全队的资源，把人找出来。人我们已经找到喽。这么快？赶紧的，会会他。你不是要会会他吗？啊？张亚红，你确定这是张亚红吗？都上了京港的头条新闻了。高法医，你不需要留在现场吗？情况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？脖子上的指压痕迹应该是被掐死的，也就是机械性的窒息。根据尸体可见裸露的皮肤上尸斑的移位情况来看，这并不是第一现场。不过抛尸时间跟死亡时间应该相差不过2、3个小时而已，而且尸体被海水泡发的腐烂程度、死亡时间
应该是3到5天之前。关大神探，这次可能要爬菜喽。我先帮他们把尸体抬回队里啊！说说，有什么想法？啊，目前来看，很有可能是高磊杀人抛尸。当然，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也可能不是他干的。要不还是等尸检报告出来再说吧。高磊开车爬了个坡，是不是就是为了把尸体运到这儿来抛尸啊？在返回的路上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了下去。这也说得通啊，为什么120把他送到太平间的时候身上没有车钥匙？这高栋现在什么情况？高栋2月19号入了境，现在人在京港，但联系不上。我们已经做了边控申请。我不是找你茬啊，我们的案子虽然也在往前推进，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？你这话是不是在暗示我，你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关洪峰？我想的是破案，人命关天。你不觉着现在案子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吗？可是你说过，只要是案子，就总能找到突破口啊。天总有亮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傻站着干瞪眼啊，总得有人把这口子挖出来。晚1分晚1秒，凶手都有可能掩埋证据，都有可能逃跑。这个人只能是你哥，关洪峰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周全，你跟关洪峰到底在捣鼓什么？啊？高磊的案子还没有查出个所以然，怎么现在突然又冒出个尸体啊？你们想上热搜啊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啊？还是没拿我这个橡皮图章当回事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局里面领导电话我这都快打爆了。再给你2天的时间，赶紧给我查清楚，不然给我卷铺盖一条走人。
去哪儿啊？你说的。进来呀！快！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？是因为在吴征的案子上，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。你知道的，这对我而言，不仅是丢官罢职那么简单，很可能有坐牢的风险。但是现在凭你自己的力量，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。我只想尽快的挖出幕后黑手，不管是现在的高磊的案子，还是林佳音被害的案子。佳音的死已经证明了这些黑恶势力开始向你们动手了。你和你哥现在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。我们现在是在和时间赛跑，只有尽快的查出真相，才能尽早的结束这一切，你才能堂堂正正的走出这扇门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还是以前的关宏宇，你哥还是从前的关宏峰。你们兄弟俩配合好了，黑白交替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在这等天黑。你哥回来跟你交班。周迅，把这带给他。换队。关队，关老师，这个高洞患有霍奇金淋巴瘤，无论这个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，都要做定期的放化疗，甚至要进行全淋巴照射。只要找到类似的病例，就有可能找到高洞这个人。比较困难，我已经询问过了。高东是在美国治的病，
基于医患保密原则，就算我们把电话打到大洋彼岸去了，人家也不会透露什么的。关队，刚要去找您，这个是张亚红的临时实践笔记。他回国以后就不需要定期的治疗了吗？他在国内有没有固定的住所啊？有，但是一直在对外出租，从来没有回去过。关老师，月亮湾的别墅我们也已经查过了，酒店登记呢？我们已经把高栋的身份信息登记录入了。但凡他是持身份证登记入住酒店的话，我们这边都会得到反馈的。没回家，也没住酒店，身份证登记的联网信息根本就没露过头。再加上他身上有这么一个随时有可能需要治疗的病，人会在哪儿呢？医院。关老师，我立即排查全市所有3类甲等医院，还有以及拥有同级别治疗条件的私立医院。不需要排查所有的医院，他这个病需要精密的放疗，对设备要求很高。缩小范围，只查进口过 GE 和 Market 这类设备的医院就行。麻烦你帮我列个清单。没问题。关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也不等我会儿。张亚红实验报告有新发现吗？张亚红的死亡时间确定是2月18日晚上7点到10点之间吧？我以我的职业做担保。按这个顺序排查。哎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哎，老关，师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关老师和之前又不一样了？要去哪儿啊？去趟南京岛。我跟你一块儿。哎，不用了，这个事儿你交给小孟去查吧。你好几天没休息了，找个地儿睡一觉。行，哎，好。哎，老关，这个给你。走了。哎。高法医，我去送个材料。你抢什么笔记本呢你？啊，我不给你都不行，谁能拽你的？现在是不是只纹6个人家的都不知道啊？师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关老师和之前又不一样了？入队。关队，您怎么来了？小罗，我是特意来找你的。我对你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务必帮我这个忙。佳怡，你为什么擅自脱离专案小组，单独行动？我不想再回去当警察了。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
如果你指的是身份记录完全被消除，几年如一日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，没错。那我我不会再回来了。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林佳音这个人。对不起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还原事实的真相。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，我把我们还原的那部分告诉你。你这手机方便吗？0622。在你认识张亚红之前，据我们判断，你哥对张亚红实施过某种侵害行为。当时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啊，也有可能是出于压力，他没有揭发你哥。直到你们现在要领证结婚了，张亚红。